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命魂高顺。高顺的命魂技会对敌方一列造成252%的伤害，并施加一层不可驱散的眩晕，持续2回合。若未能使敌方武将进入眩晕，则使其进入震荡，持续4回合。即使不能让你眩晕，也要让你脑震荡的意思。拥有震荡状态的武将，在受到我方攻击最高的其他武将普攻、怒攻或龙魂技攻击后，会再次受到该次伤害30%的真实伤害。这个命魂技的能力实在是有点太过单调了，它就只是让敌方的一列武将眩晕，或造成震荡，使其受到我方攻击最高的其他武将普攻、怒攻或龙魂技时，能有一个额外的真伤效果而已。而且这2个技能甚至还无法同时生效，那么高顺的命魂技究竟是用来眩晕好，还是用来增伤好呢？若是用来增伤的，那震荡的范围未免也太小了，只有对应的一列武将会持有这个效果。打前排的武将可能打不到后排的，只有战同列又同是一列输出的武将，又或是能打全体的武将才能将震荡的收益最大化，这个限制还是比较多的。震荡的真伤效果可能还不如 SP 诸葛亮对一攻支援的真伤效果来得好用。SP 诸葛亮对一攻的真伤支援，开场就可以发动，不用等命魂技，而且也没有回合限制，没有区域限制，打哪里都可以生效，真的是完全被比下去了。命魂3阶的光环会使己方的攻击型武将和防御型武将施加增益效果生效的几率提升30%，最终命中率提升50%，同时也增强了震荡的效果，使持有震荡的武将怒气恢复速度会降低30%，这样至少也能让震荡有更多的用途，不会因为不受到伤害就成为摆设。光环会在高顺释放命魂技后，为我方攻击最高的其他武将施加1层强化增幅，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拥有强化增幅的武将，在受到增益状态提供的属性时，会额外提升5%加成。若对象是攻击型武将，还会额外提升5%。若为群雄武将，再额外提升5%；若为男性武将，则再额外提升5%。若3个条件都符合，则提升的效果翻倍。但是以此效果提升的单项属性不会超过80%，这个数值完全够用。强化增幅强在没有回合限制，它能让你的最高攻在整场战斗里获得的属性加成都提升，而且也不限制数量，不限制增益是来自武将、灵宠或是善灵，通通都可以生效。不过嘛，要完全符合攻击型武将、群雄武将和男性武将的，就只有那个男人了。不过很可惜的，这个男人只会和这个男人一样躺在仓库里。不过这个男人却会成为这个男人，然后活跃在战场上。所以你也只能期待这个男人会成为这个男人，然后也会活跃在战场上了。除了强化增幅自身的效果，光环也会对持有强化增幅的武将做出强化。只要持有强化增幅的武将释放主动攻击时产生了暴击，就可以无视护盾，直接对本体造成伤害。而且在受到伤害时，也可以获得自身攻击力20%的伤害减免。这是把 SP 诸葛亮对一攻和一血附加的能力都加在一攻的身上了。强化增幅的效果明显会比震荡更好用，这也是命魂高顺真正的核心技能。把增益挂在最高攻的身上，让他打哪都能生效，绝对会比只挂在特定的敌方武将身上，要打到才能生效好用。SP 诸葛亮和命魂高顺对一攻的加强，在理论上是可以令一攻变得更强大，让一攻武将更容易触发斩杀的。但坏就坏在命魂高顺的强化增幅是要释放命魂技后才能生效的。在目前的 PVP 命魂技异常重要的环境下，高顺的命魂技究竟有没有这个价值抢在第一个释放，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但若是在 PVE 上，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PVE 要顾及的东西没那么多，而且回合数也更长。你可以自由安排让3个命魂技都生效，也可以特意安排一个负责加属性的
来让强化增幅的效益最大化。所以高顺的能力在 PVE 是会更容易发挥的。光环最后也实实在在的给了命魂高顺一个打 PVE 的功能，让持有护盾的我方单位在受到伤害时会降低护盾值的 5%， 最多不超过最大生命值的 10%。这是给盾队用来打魔窟的，所以命魂高顺之后也会成为魔窟固定登场的成员之一。它可以用来支援盾队，也可以用来支援攻击型武将输出。5阶命魂会强化高顺的光环效果，群雄武将的最终暴击率会提升 20%。持有强化增幅的武将，主动攻击暴击伤害结算前，还会以最终暴击率超过 100% 的部分来再做一个暴击判定。若再次产生了暴击，则会启动超暴击效果，额外结算一次该暴击伤害 50% 的伤害。相信这也是一个做给未来命魂吕布的功能，也只有他才有能力完整的发挥这项功能了。震荡会多了一个，受到我方义工武将攻击后，有 30% 几率被眩晕一回合的效果。所以结论是，震荡会比命魂技直接造成眩晕更好，因为被晕了就什么效果也没有了。但被震荡了有增伤，而且之后还可以再打晕。现在的问题反而是要怎么做才能不让敌方被眩晕，而顺利的进入震荡状态了。光环的最后一个效果会让持有强化增幅的武将在高顺被击退前无法被击退。暂时还不晓得这个宝人的技能和斩杀谁的优先级会更高。不过从命魂高顺没能活跃于 PVP 的角度来看，技能的优先级应该是低于斩杀的。不过即便是低于斩杀，也不能改变它是个非常好用的宝人神技，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斩杀的。只要想象一下，你在魔窟会有一个不死的前排，你就知道它有多么好用了。光环的 PVE 效果也会获得提升，持有护盾武将受到的伤害降低效果会提升为护盾量的 10%， 降低量最多不会超过最大生命值的 20%。最后是一个全新的效果，高顺在释放命魂技后，会使自身与同列武将的攻击提升 30%， 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若该武将为群雄武将，则攻击提升至 60%。若是在 PVE 里，效果则会强化为提升 300%， 群雄则提升 600%， 直接加了一个0，真的非常夸张。别忘了，这些属性在强化增幅下还可以再获得提升。总结，命魂高顺在 PVE 的表现会比 PVP 更好，在刷分和魔窟都会有很好的表现，在 PVP 则要等待那个男人上线后才有机会出场。如果你只想为那个男人而抽，那只要在活动里慢慢换就好了，反正时间还很长。如果是为了 PVE， 那3红能用，但5红才好用，因为最好的宝人和提升攻击力的效果全都在5红上。本期的2个命魂武将，命魂曹操可以在 PVP 和魔窟中使用，所以是会比较重要的。命魂高顺目前只能在魔窟和刷分中使用，刷分的重要性肯定没有 PVP 高，所以推荐优先抽命魂曹操。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